环游世界第87国孟加拉。我们坐了飞机、摩托车、汽车、轮渡、板车，再换了船，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女人村巴尼森塔。这个巴尼森塔呀，是孟加拉比较知名的几个女人村之一。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我们找了当地的熟络的大哥来带路。要知道，纵观世界57个穆斯林国家，唯独只有孟加拉是女人村合法的，这也变成了孟加拉的一大特色。大家好，塞尔维亚的一个面积非常大。我们现在就在阿拉斯加的威斯岛。来，我们看看啊，进村的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哇塞，你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来小心一点。这个肯定不能踩，这不能踩，不能踩这个，踩这个你就下去了。好，哇塞，这个路啊，真是实在没想到，这个女人村竟然如此之危险。哎呦！这里不要了，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踩啊！在这里，然后在这里。哎呦呦呦呦呦呦！非常危险，大家看看那儿啊，这个没有着力点，这就只有一点点啊。别不要踩这儿啊，不要踩这儿，从这儿直接过来，来我拉你，我拉你一下，来过来。哎呦，真的是非常危险。抵达后，映入眼帘的都是一些破的铁皮房子和木草屋子，狭窄的陆地上并没有看到几个人，和想象中的女人村大不相同。到底为什么这些人会待在这个地方，而他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这种女人村拍摄啊，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大部分他们的人是不能接受采访的，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曝光于这个大众之下啊。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村到底什么样。你们看一下啊，他们这个里完全就是一个孤岛，所有的交通就是靠这些船。可能来这儿的人大部分也都是这种船员啊、船夫什么的啊。这个是上岸的唯一对的渠道。这就是刚才你上岸的那个地儿，这是小商店啊。哦，他在捕那渔网。哦，你好。哦，大爷在织渔网呢。哦，渔网。OK，fish for fish。OK。在这个岛上，是不是也有普通居民？是普通的居民也住在这里，对吗？对的。哦，也是。他们没有做什么，就一般做这个。哦，一般就是捕鱼。哦，慢点。这有一个小卖店啊，这里又坐了几个女孩啊。你好，一看到我就躲了，一看到我就跑了，纷纷的逃窜。可能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他们有点胖？我觉得他们有点胖，我觉得他们化妆化的好过呀。对，好，特别像日本的艺妓，是不是？真的很像。第一，他们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服用一种药，这个药是原本给牛服用的，是牛的一种这个快速成长剂，因为这里的人以胖为美。第二个，他们画的白是因为他们追求更加漂亮的白色，他们觉得自己皮肤比较黑，所以他们抹的就会比较白，这样比较吸引男性，要符合他们当地男人的审美。这个村啊，就是外表是一个这样，你平时好像进不去，进去以后就是人家的家里了。啊，外表全部都是那种小卖店。哦，你看看，也就是说，挡在前面这一排是做生意的，他们大部分是不是做的是水手的生意，就是船员，是吧？对。他们主要是做船员，工作人他们。哦，对，就是船员嘛。他们一般不回家，我明白。很久在这里，在船上，对，明白。跟我料想的一样啊，兄弟们。他们这里啊，还都会说几句英文，因为可能这个坐船的来的人很多也都是会说英文的。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之后，发现巴尼森塔与传闻中不太一样。疫情席卷之后，孟加拉的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从而船员数量锐减，这样造成了很多年轻的女人不得不离开了巴尼森塔，前往其他客人比较多的女人村继续做生意。他们的房子完全就在水里啊！还有那边你看，对，那边的房子也都是在水里。这是建立在这个恒河上的一个。这个它是水系啊，建立在河上的一个草房子。哦，这是他们的卫生间啊！哇，他们的卫生间就是这么一个啊。这个男人女人都在这儿用吗？有。前面这儿有几个
草房子啊，那个都在水里啊，他们已经完全就是这个可以看看吗？哇塞，这间房子啊，住在这儿的女人。哦，这个堤坝都塌了，我这房子又掉下去了。没有那么多水，如果水高的话，也许来那个棚子上面来的。这是谁的家呀？去那边吧。我特别好奇的是，他们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一会儿咱们问问，咱们找一个人问问。有人吗？家里？家里有人吗？没有啊。哇，哇，这就是什么都没有。对，这是个新房。我这个新房都建成这样了。哇，他这个是在这儿睡觉吗？不，有人不是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东西放在这儿了。那我哎呦，它这完全是水上屋，这是真实版的水屋，你看一眼，能住。Oh my god！ 这个跟你在马尔代夫和大溪地住的可不一样，它这是真正的水屋。可能很多人去过马尔代夫啊，去过斐济、大溪地啊，都有这种水上屋，但是我们的那种是观光去享受的，而他们这种水上屋才真正是生存的。这个看到他们这种生存环境，我心里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难受。哦，他们。这女主人还这样问我吃不吃。你好。啊。你好，你好。哦，这是您的房子。哦，都是那样的。哦，这是您的房子哈，这是您的啊。OK。谢谢。哇塞！你看，这个怎么？哦，它这木板直接就漏到底下去了。这个床你看。还有最好的一次卫生间。卫生间。对，没有那。我的天啊，兄弟们！这太危险了！这要夜里没有光，有点空就。我知道。哎呦，兄弟们，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房子。露天露河的洗手间。我的天，这是真的是完全这个三面包有一面露着啊，完了底下就直接就上厕所在河里了。看看，这个全都能看见外边。对啊，我突然觉得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在孟加拉。我们在非洲吗？非洲，我突然觉得我们貌似在非洲。很原始是吧？其实我们现在走到这儿，我觉得每一步都很危险。这晚上睡觉。不是因为你们看啊，它底下只有这么细的一根棍儿，啊，比我这个，哎呦，慢别抖，别抖。别抖，你的体重。体重重啊，它这底下这个棍儿也就我2手指头这么粗，很容易就直接就断掉，我就掉下边去了。没想到这个房子啊，也是这个女人用来做人肉生意的地方。这个在水上屋，非常的不结实。这儿还有一个房间啊，我们看这还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也是非常的昏暗。我们给一点灯看看，哇塞，上面可能因为漏雨也兜了这么一块布，然后底下这个非常的无法形容啊，这个环境，兄弟们真的无法形容。来，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大姐啊，岁数应该不小了，您先吃，吃完了咱们再说，没事，您吃您的，您先吃您的。在这个大姐吃饭的过程中啊，我们先去看看她的厨房到底什么样。来，我们看看她的厨房啊，非常的昏暗且狭窄。然后呢，他们的还有灯啊，真不错啊，这儿还有一灯。哇，看看这就是她做饭的这个灶台，这一个锅。哇，非常的小，我的天哪，我的天啊！看来这个不是每一个做生意的都能赚到很多钱。他这个应该还可以，因为我刚刚看他2个房间的设施，相对来讲还行。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行，毕竟他是有工作的。这个大姐呢，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来啊。我想很多的朋友都想问那些问题啊，我自己也很好奇。我问一下，她在这儿住了多久了？আপনি এখানে কত বছর যাবত বাস করতেছেন? আমি এখানে 25 বছর।
25年。25年。对。他为什么要住到这里？他听过在这里是做那种的女人村。对，他来了，因为他没有人，他这么赚钱也吃饭，也就穿这个。那我问一下，他嫁人了吗？他结婚了吗？他说已经结婚了，但是就2年一起在的，然后那个离婚了。对，然后离婚了。那个老公他就不爱他，就打，天天打。大家听到了吗？在他结婚的这个短短的2年里，她的老公不爱她，就打她，就不断的打她，所以然后她自己来了，他就对爱情失去了信心，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一个人闯荡了社会。听说这里可以做生意，他就来了，是吧？25年前他多大？12岁的，12岁就结婚了。对，哇，哎呀，这个消息有点震惊啊，兄弟们，我帮大家捋捋啊。这个女人呢，面色苍老，看起来呢，我觉得她有40多岁，但是她呢只有35岁，一看就是饱受生活的摧残。然后她12岁就结婚了，但是结了婚以后，她的老公在这个短短的2年里不断的打她，她就对这个未来和对这个生活充满了这个可能不喜欢、怨恨，她就来到这里了，一来就来了25年。与这位大姐的聊天中，我们得知巴尼森塔过去是非常繁荣的，门口停泊的船络绎不绝，但现在人越来越少，她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如果离开这儿，根本找不到其他的谋生方式，而其他的女人村也不会接收她，所以她只能留下来。现在1个月的收入大概也就200-300美元，收入的低迷和年纪的增长让她对未来不抱期望。我们看到她的这个生活呢，基本上属于一个比较非常贫困的这么一个状态了。虽然也工作也赚钱，但是可能用钱的地方比较多，这是她自己赚钱花钱造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他能不能随时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岛？有没有人管他？আপনি কি এখানে মানে আপনি যদি নিজে অন্য জায়গায় যাইতে চান এখান ছাড়িয়া আপনি যেতে পারবেন না কেউ আপনারে আটকাইবে? না আমাকে বাড়ি করে যাইতে, আমার বাড়ি আমার এই ভাই আছে। হ্যাঁ বুঝতে পারছি, মানে আপনি এখানে থাকবেন না, আপনি চলে যাবেন একেবারে, এরকম কেউ ফিরে পারবে না আছে না? 他可以离开，但是他不要，他有时候他回家，他有一个弟弟回老家，对老家去看他弟弟。他弟弟他还有一个অসীন ওয়েন, আপনার কি ছেলে মেয়ে আছে কিনা? ওয়েন他有没有孩子？ছেলে আছে。他有一个孩子。他还有孩子？跟谁生的呀？他没বড় বোন না ছোট বোন。大姐说她和一位客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可是没有过多久，孩子的父亲就消失了。无奈之下，只能求助姐姐代为照顾孩子，而自己又回到了巴尼森塔继续工作。他的孩子知道他做这个工作吗？তা আপনার ছেলে জানে আপনি এই কাজ করেন? আমি এদিকে থাকি, ছেলে তো মাঝে মাঝে মাঠে আসে。知道他住在这里，那个孩子已经知道了，还有孩子来这里玩，孩子可以接受，不让他住在一起这里，他跟离开那边。明白，在外边给他租了一间房，但是不能住这儿，因为他和孩子一起住这个不好。明白。是的，看来他们对孩子的保护也是一样的，也不希望他们知道或者更多的接触他们所做的这个职业。好了，大姐。那个感谢您帮我们介绍了一下您的生活，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了咱们这样的生活的一个环境。谢谢啊，来，这是给您一些拍摄费用。好，再见了啊！拜拜，再见，拜拜。